最后魏无羡还是痛心疾首地帮蓝湛摘了墨额，叠整齐放好，随后默默祈祷了半天，希望蓝氏列祖列宗半夜别来问候他。一只大团子带着2只小团子浩浩荡荡地下了山，还有一个被捞来卖苦力的温宁抗着萝卜在身后追。魏无羡在想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，事事不顺，这不一下山就碰见了不想见的人，好兴致都被搅和没了。呦呦呦，这不是咱们的无上邪尊夷陵老祖吗？今个怎有闲出山呐？魏无羡瞳色慢慢变暗，脸色却如常，漫不经心道：姚宗主千里迢迢赶至夷陵，所谓何事？魏无羡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好歹我也比你年长，你今招呼也不打，真是目中无人。哈，这就开骂了。魏无羡微微勾起嘴角，眼神愈发不屑。你说我是夷陵老祖，那便代表你承认了这个身份，如此夷陵便是我的地盘，在这能干什么，自然我定。姚宗主气的脸都扭曲了，憋了半天才憋出来一句：你没行地主之意，无半分待客之道。还没等魏无羡反驳，怀里的蓝小战绷着小脸脆生生地反驳道：这位老伯，哥哥并未给你送帖，也未曾邀请你，你这样不请自来，可否也是坏了规矩？姚宗主差点被一声老伯堵得气都上不来，在外人面前被一个小儿驳了面子，他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的，好半天才发话：这个小孩是谁？魏无羡赶忙用袖子把小团子捂严严实实的，一脸警惕地盯着姚宗主：这不是你能问的。温宁带着阿苑先走了，但夷陵老祖的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，姚宗主也是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才不敢来真的，想着口头能占上风，没想到给一个小孩驳了下去，而看见魏无羡这么护着那个小孩，他便更加好奇了。那小孩好眼熟，等他反应过来时，魏无羡已经与他擦肩而过，只留了一句：姚宗主厚颜无耻，魏某恕不奉陪，后会无期。等走远了些后，魏无羡开始逗弄小蓝湛：我们小阿战这么知道的那么多呀，请人做客要先送请柬，这样才得礼。刚刚还气场十足的小蓝湛害羞的点了点头，道：兄长教的。这样。魏无羡刮了刮蓝湛的小鼻子，笑道：我们去买漂亮串串吧，就当给你的奖励。小蓝湛惊喜不已，赶忙道：小弟也要一个。魏无羡忍俊不禁，道：我可以给你买2只，咱们藏起来，不给阿苑发现。小蓝湛好像有点心动，但他还是摇摇头拒绝了。小弟他很好的，我们结拜时说过同生死的，我有的他也要有。魏无羡笑得差点把蓝小战给摔了。今日乱葬岗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魏无羡接到通知时懵了，泽无君怎么过来了？难道是蓝家出了什么事？他赶忙解了禁制放人进来，又吩咐温宁下山接人。蓝小战迈着小短腿跑了出来，熟练地拉上了魏无羡的手，问道：哥哥怎么了？魏无羡低头道：你兄长来了，对了，小阿苑呢？小蓝湛揪着耳朵想了想，答道：小弟在婆婆那里。哈哈哈，你干嘛揪耳朵？再揪的话会揪傻掉的。两人嬉闹期间，蓝曦臣到了。只见蓝曦臣神色凝重，魏无羡一脸莫名其妙：泽无君，怎么了？魏公子，我要带走忘机。为何？魏无羡的表情立马严肃了起来。找到解药了，虽然不能完全解除，但能解个大概。魏无羡沉默了，蓝小战轻轻地扯了扯魏无羡的衣角，让他低下头。怎么了？小蓝湛趴到他耳边，小小声说：我不想走。魏无羡歉意地对蓝曦臣笑笑，蹲下身摸了摸小家伙的头：阿战乖，等治好了你还能来找哥哥玩。现在听话，乖乖和你兄长回去好吗？下次哥哥也能来姑苏找你玩的。小蓝湛看了看笑眯眯的魏无羡，又看了看一旁的兄长，抿着嘴纠结了一会，给魏无羡一个拥抱：那哥哥也要听话，好好吃饭，晚上睡觉盖被被，我会叫小弟监督你的，一定要记得我，别不要我。说到最后已然带上了哭腔。魏无羡在蓝湛看不见的地方苦涩地笑了笑，答道：好，哥哥听话，小兔子这么乖，哥哥不会不要你的。那哥哥等一下。蓝湛像想起什么似的，急急说道：我有东西给你，你等等我。魏无羡点点头，小蓝湛便急匆匆地跑进洞。对不起呀，泽无君，耽误了。魏无羡低声道：
没事没事，是我麻烦魏公子了。蓝曦臣有点惊讶于两人的相处方式，仅仅几日，居然已经亲密无间。等蓝湛治好了，能不能魏无羡还没把话说完，神色突然凝重起来。他掏出一张纸符便急急忙忙地往山下赶。片刻之后，蓝小湛拿着一只糖葫芦跑出来，哥哥，这个是我上次没吃的，现在留给你。哥哥，他左右张望了一下，根本没看见魏无羡的人影。蓝曦臣一脸不忍抱起蓝湛，道：魏公子有事走了，他有没有给我留话？小蓝湛急急问道。没有。那根糖葫芦猛地砸到了地上，一滴泪落了下来，融进了破碎的冰糖糖衣里。